好，这一次的北京车展呢，其实特斯拉没有参展，但是马斯克还是去了。那马斯克去了这一趟哦，让他真的赚得盆满钵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特斯拉的股价市值一夜飙涨了6800亿哦。马斯克这一次旋风访华24小时哦，让他再度站回了世界首富的位置。那他是在这个4月29号的时候离开中国大陆，这一夕之间哦，增加了大概3兆台币左右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价呀。那其实它的股价还飙升了35%，因为本来呢，特斯拉哦，其实这一季度的财报看起来很逆风啊，在中国大陆这边的销售量也是不断的在衰退，好像面临到像是比亚迪甚至是华为一些这个电动车的竞争，它好像越来越没有优势。但是它这一次呢，在闪电访华的行程当中，去跟这个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见了面，那这个带来一个消息，就是全自动驾驶的软体，这个 FSD 有望在中国大陆可以上路啦，因为得到了这个中国大陆这边非常重要的一个认可哦。那所以这个马斯克哦，这一次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访华行程，让他再度在这个中国大陆这边好像又看到了一丝曙光，所以他也很开心哦，他就说啊，我是中国铁粉。我们来听听。Big fan of China. We can say that. I've got a lot of fans in China. Well, the feelings are reciprocated. I'm a huge fan of China. Beautiful. It's like it's beautiful. 好，看到这个马斯克也好，或是前一阵子的库克也讲说，哦 ，I love China， 就是非常多这个美国的大企业哦，现在纷纷的就是来到中国大陆市场，也展现出来他对于中国大陆的一个喜爱啊。但是大陆的网友很多是这样讲说，这个马斯克可能是在商言商哦，因为可能是冲着利益才让他讲这些话。因为中国大陆呢，现在是特斯拉的一个最大市场，逆风了好一阵子哦，现在好不容易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全自动驾驶在中国大陆上路，那他当然赶紧要来这边这个展示一下跟中国大陆的友好哦。那还有被人家目击到说，宁德时代这个曾毓群现身了饭店跟马斯克碰面哦，因为这次这个宁德时代是特斯拉它主要的一个电池供应商，那曾毓群是从电梯里面出来，跟在这个大厅等候的2位特斯拉中国大陆的高管来握手。除此之外，还有百度也是跟这个特斯拉合作，因为主要是因为本来特斯拉它这个全自动驾驶系统要在中国大陆这个上路哦，是有困难性的，但是他后来选择跟百度合作之后，排除了登陆的困难，因此呢，他现在在中国大陆的公路上可以这个合法来收集一些数据哦，只要他使用是百度绘测的这个地图，因为已经拿到了这个许可证。换句话说，靠着百度跟这个宁德时代，让这一次这个特斯拉感觉好像绝地逢生了。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其实这个马斯克我们前几天在节目上面才讲说，他本来这个此时此刻应该是要去印度跟莫迪见面的，那时候就讲说他有另外的行程安排，原来兜转是要到中国大陆去。换句话说，在马斯克心中他可能是把这个北京的顺位这个没有条件就一定是摆在印度前头哦，为了要挽救中国大陆的市场，就是莫迪你这个见面的行程就往后推迟了。那我们看到一些分析稿就讲说，马斯克到了中国大陆是要求中国大陆而不是印度，因为特斯拉想做任何事情其实关键都在于中国大陆哦。销量来说的话，中国大陆也是最必要的市场，印度算是一个还不赖的市场，但是如果中国大陆没有持续获得成功恐怕特斯拉未来有任何的宏图壮志是都没有办法达成，因此这样子权衡之下，不好意思莫迪就排到后头去了。那紧接着我们看一下，现在习近平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国家主席也准备要启程前往欧洲，要在5月5号到5月10号到法国、塞尔维亚以及匈牙利来进行国事访问在这段期间也会跟这3国的领导人会面。首先先看这个匈牙利的外长他们讲说现在美国一直在讲说中国产能过剩他讲说这欧洲不要把经济问题政治化，
那个法国的外长也是讲说，欧洲现在必须要强化防务合作，减少对于美国的一个依赖。所以这些国家纷纷的表态，就是说他们不再是跟着美国。以法国来说是这样，那匈牙利是一直以来，塞尔维亚、匈牙利都是跟这个中国大陆的关系是比较亲近的。那这一回，马克宏甚至把冯德莱恩也拉进来了，就说有可能会在巴黎跟习近平来进行3方的会晤。那当然谈的主题可能也是以俄乌为主要的一个讨论议题哦。那这个习近平即将访问这欧洲这3国，要在欧洲跟美国之间打入一个契子。除此之外，北京还释放了一个讯息，就是说，欧盟提供这个经济的机会，中国大陆可以拿出来的比美国可以多更多，所以现在越来越多欧洲国家看到，你看法国、匈牙利、塞尔维亚已经跟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在经贸上面这样子的对接是这么的顺畅所以纷纷的好像算是一个示范一样，要转向跟中国大陆有更多的合作。连这个西班牙也很开心，现在获得了一对大熊猫，感觉好像这一次习近平的访欧行程也不忘顺便拉拢一下这个西班牙，也站到这一边来吧。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帅将军怎么看呢？你要知道，这个特斯拉这个访问中国是一箭三雕了，因为政治上有这个需要。什么叫政治上的需要？中国大陆不希望外资撤退，有很多外资已经跑了，但是特斯拉是中国很大的一个厂商，它上海的汽车厂很大，那这是中国，所以李强会他，对不对？而且间接的就杀一杀莫迪的这个威风，你这个特斯拉可以选中国跟印度，你自己选谁？那当然，中国的购买力、跟人口、跟经济的能力，印度当然比不上中国大陆。对，因为印度的中产阶级没有中国大陆多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特斯拉得了什么好处呢？前一阵子被比亚迪很多内卷的这个大陆国产汽车逼得一次降价、2次降价、3次降价。那他这次为什么股票会涨呢？他解决2个问题嘛。第一个，电动车子能跑多远看电池，它的续航力。你看我现在买的汽油车，只能跑500-600公里，你比人家也不错了，也不错了，跑500-600公里算不错的汽油车。结果它那个中国大陆的电池可以到800到1000，是不是？那你比亚迪获得这个在电动车的竞争条件，你就很好了嘛。对。第二个，你没有这个中国大陆的地图绘制的资料，那就等于我们开车没有导航一样，那也不能够回馈到你车子的安全驾驶嘛。所以拿到百度的承诺的话，它这个问题也解决了嘛。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一箭三雕嘛，它解决了车子技术问题，解决了市场的问题，解决了政治上讨好中国那是必然的嘛，对不对？那中国大陆也利用你这个大厂商，可能特斯拉还会投资还怎么样？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3方面促成这个结果了。至于那个法国的问题这个谈出来的题目是蛮好看的了，但是做不到，为什么呢？这么多年来从2战以后的欧洲在这个马歇尔计划经济复苏，国防呢就交给北约了，那就换句话说，美约来担任保护国，所以这些国家都忙着发财你像德国为什么那么有钱？梅克尔拿到俄罗斯的汽油，加上自己的制造业，到全世界销售，所以只有保持一点军备的，大概就是法国跟英国，还有自己的国防体系。但是因为市场不大，这个任务也没有这个需求，所以讲起来，欧洲的国防虽然马克宏延续了戴高乐的精神，想变成欧洲的领头羊，跟德国合作，但是毕竟实力上还差。那现在中国大陆去可能也是转达，你也不要怕俄罗斯，俄罗斯就是乌东的问题。你不要拿这个题目来做，变成全欧洲去抗中俄之间的这个联盟。所以这个当然主要是能够敲开欧洲一个窗口，也是中国大陆的收获。好，来问一下顺峰哥，这样子特斯拉是中国整个新能源车的联谊，第一阶段的任务已经结束，因为特斯拉的设厂对特斯拉来讲改变了它的产能，也让特斯拉能活得下去。但是某种程度也促进了整个的中国大陆在新能源车的最后那一步上可以把整个的产业链完整化，
那优质化。那现在呢，整个的反应里面，第二个就是所谓的无人驾驶，我们讲自动驾驶。自动驾驶这个部分，在中国大陆新能源车的能力上，应该也没什么问题。那么可是呢，在这个投入最久的，也应该是特斯拉。可是这个时候，特斯拉要来完成这个任务，他发现没有中国的配合，他全世界他找不到可以把他的自动驾驶的这样子的一个一个技术跟法规跟实务啊，可以结合起来的国家，包含美国。你看美国要通过那个法，大概特斯拉早就可以拍卖了。那么在中国能不能做？只要中国的政府有这样的决心，就会有这样的机会。那在这个的时候，自动驾驶一进来，基本上大概就把目前呢整个的新能源车的下一个阶段最重要的里程碑啊，会在中美双方，特斯拉呢跟中国这样子的一个产业互相的撞击的情况下呢，会完全的完整化。那这个呢是特斯拉看得到的。我们从外行人的角度来看，看到他正在实践利用中国治理的特色来完成他这样一个目标，也应用中国整个完整的产业链来达成这个目标，而中国也借助了这样一个先步的脚步，也可以彻底的来完成。那这个大概情势是如此了，所以你可以看特斯拉的电池，很多人还讲他自己做的，不是，他以前是靠 LG， 现在是完完全全靠宁德时代。所以就整个的电池两大系统，宁德跟比亚迪来看，那么这个大概也就完成了。所以因此我们最后可以讲一句很简单的话来讲，所有的外国这一些要在全球布局的大企业，要以中国脱钩，对中国讲起来是一个遗憾，但对于这一些全球布局的大企业，是一个无可弥补的损失。就这么简单嘛。他离开了中国，这样的特斯拉不来，这样不，我们会遗憾，但遗憾自己还是有能力做的。但是呢，对他们绝对是无可弥补的。去哪里找一个市场可以这样子的来做呢？我相信他全世界上他是找不到的。这个就是今天特斯拉必须这个马上必须到中国来，而且把印度先放一边，因为这个才是他生命周期能不能重新再开始的重要的根据地，就在中国。好，来问岳老师。这个特斯拉啊，本身呢，大家要注意啊，几个消息啊，连续性的啊。首先的话呢，因为这个2018年的时候，特斯拉在上海成立的时候，投资50亿美元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好在上海，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就可以了解到。然后接下来算了现代化的6年的时间呢，特斯拉的表现呢，你刚刚这个李委员讲到鲶鱼效应啊，确实是已经发挥了啊，就特斯拉在中国的本身。那这里头的话呢，他非常突然的啊，就是昨天才走，29号才走的嘛，就是非常突然的到中国去就坐私人飞机啊。但他之前放了一个消息，他的放消息讲说，那时候我看这个消息，我觉得有点奇怪。他说，即使是火星人来的话呢，也没有办法阻挠我自己的安全驾驶的技术啊。就是马斯克到了大陆后呢，他得到了2样东西了。第一样东西的话呢，就是呢，他取得了大数据，因为他自己的那个。就是那个 FSD 啊，那个已经做了20亿个钟头的这个测试啊，算是科技上相当完备。但是的话呢，他的跟百度合作是取得了大数据，因为在大陆目前为止，你要了解新能源车的话呢，除了中国大陆，在其他地方，因为涉及到充电的问题，涉及到续航的问题，涉及到设立的充电桩的问题，所以就是很困难的在推展过程当中。那这个真正的新能源车要吸引人家，包含我在内会去买的话，都是要能够有无人驾驶的技术。特斯拉有这个技术，但是它需要这个大数据，刚好跟中国合作，而且中国本身热情的回应，因为本来在很多机场、很多重要地方都写明了特斯拉车不能进来之后，都全部拿下来了。这个是股票大涨的主要原因，因为就取得了最大市场，在这个进步上来讲是构成了非常重要。这个鲶鱼变成了一种好像更进一步的发展，这个是第一个重要。那我现在要强调就是说，这个除了大数据以外的话呢，大陆目前为止的电池业的话呢，宁德时代啊。
啊，这个比亚迪的，这个您的是在这个大陆的锂电池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那跟特斯拉之间的合作的话呢，请大家注意一下，跟李强合作讲的话都是已经知道的，但是跟这个任鸿斌讲的话，因为他自己是做国贸的，这个里面非常具有政治意义啊。对大陆来讲的话，他得到2方面的优势啊。第一个的话呢，你进我的 Talk， 我不进你的特斯拉，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对不对？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中国永远是要以促进贸易为主啊，大陆就是不脱钩不锻炼，基本上的话呢，就是在商言商。那另外针对于在商言商，我觉得讲的话根本就是废话。那在商不言商，像什么瑞士啦，什么放弃中立又忽然要中立啦，啊，那个才是奇怪的现象啊。那其他欧洲本身来讲的话呢，大家都知道，所谓在商言商的话呢，就是要了解中国的产业优势啊，对不对？中国跟印度之间比较的话，我必须坦白讲啊，这个印度的话，在我们哲学的逻辑中叫做充分条件了。有印度，你很可能会充裕的成功啊。但是中国本身是必要条件的，没有中国你就不可能成功啊，就这个差别啊。所以大家要知道啊，这充分条件跟必要条件的差别就在这里。而马斯克选择了中国是一个很明确而且非常清楚的一个选择。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现在美国的国内到处都有这种抗议，大家需要这个站出来为巴勒斯坦发声哦。那在这个校园里头，已经等于说遍地燎原，大家都在为巴勒斯坦发声，就连美国的一个总统候选人，绿党的总统候选人也都因为参与了抗议而被逮捕我们来看一下他双手反绑的一些画面因为他去参与了这个校园抗议事件，然后他说他在这个圣路易华盛顿大学参加这个反以色列的抗议当中，竟然被逮捕，甚至双手被绑起来，然后大家目击到这样子的画面记录出来。因为其实现在有非常多人也是都站在这个反以色列这边，为巴勒斯坦希望能够争取一些他们的生存的这个基本人权所以没想到竟然连这样的一个总统候选人都会被逮捕。那除此之外呢，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示威者，因为他们都在这个学校里头，然后有搭这些营地。那原本这个营地大概只有200多人，结果哥伦比亚大学他们就发了一个声明，就说希望他们能够赶紧的清场，然后甚至还讲说，如果没有在这个2点前离开的话，会面临到停学处分。这样的声明一出来之后，激怒了哥大的学生从原本只有200人在外头这样的营地瞬间暴增到1000人。你不去这个发这样的声明说停学就算了，你一发出来之后，反而更引起大家的一个反感暴增了5倍，1000人抗议的场面恐怕更加的难以收拾。所以现在美国大学里面出现这样的加萨战争的抗议的行动。那纽约大学这边纽约的警方也在4月18号逮捕了这个哥伦比亚示威者以来，现在全国被逮捕的人数已经是1000多人。美国现在已经是这个野火燎原，这样子的一个从学生来的这样的学运抗议的这种声浪美国自己现在也是难以面对，不知道该怎么样收拾。当然也会冲击到美国他们自己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那美国还是要站在以色列这一边吗？纽约时报他们就讲到了国际刑事法院恐怕现在呢要同时对以色列跟这个以哈两方的这个领导人都寄出了逮捕令。那美国现在也警告国际刑事法院，对于以色列的行动恐怕会损害停火的机会。知情人士他们讲说，美国担心在以色列即将跟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之际你们这样子如果对于以色列的官员发出逮捕令恐怕以色列会不高兴是不是？所以他说你不可以有这样子的动作，会危及协议。看起来好像就是站在以色列那一方那纳坦雅胡也是最近一直不断的打电话给拜登请求拜登来阻止国际刑事法院对于以色列高官发出逮捕令希望能够阻止这样子的逮捕令。美国国会也将会对于国际刑事法院来
施压吗？那不具名的以色列官员讲说，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国际刑事法院是没有办法对于以色列采取行动的。所以看起来，美国真的是被以色列绑在同一条船上面。那布林肯甚至喊话，现在对哈马斯讲说，应该要接受以色列非常慷慨的这个休战提议哦。他已经直接定调说啊，你看以色列提出这么极其慷慨的提议啊，你们要赶快这个就是见好就收吧，好像就是这种劝和的方式哦，还说要确保以色列的人质获释。那哈马斯的代表团刚离开埃及，他们以书面回应了这个休战提案。他们讲说，除非呢以色列停止对于加萨的战争，否则哈马斯是不接受任何以色列的协议的哦。也就是说，你以色列一边在打，然后你美国还在那边讲说，哇，这个很慷慨的休战协议，赶快接受吧，真让很多人都看不下去，连美国人自己都看不下去，站出来抗议哦。那再来。纳坦雅胡哦，现在这个强硬进攻，在这边我们看到加萨的停火谈判才展开，但是以色列又发动了空袭，至少造成40人的身亡。那加萨的卫生官员讲说，他们在29号的时候哦，大家一边在谈协议，你们还在那边空袭，然后击中了拉法的3栋房屋，明明是这个南部啊，这个加萨走廊比较南部的区域，可是还是照样对平民百姓在进行一些攻击。那这战斗机呢？袭击了恐怖分子的一些在南部平民区的活动恐怖目标，这是以色列他们自己的宣称哦，但是他拒绝透露任何的细节。但是呢，以色列为什么不肯踩刹车？因为以色列自己本身这国内有一些主战派哦，你看到他们有一些强硬派的一些鹰派的一些部长对纳坦雅胡还放狠话，比如说如果你不敢进攻拉法的话，就推翻你的政府。所以现在想要推翻纳坦雅胡的人非常的多，包含了美国那边的势力，甚至这个以色列如果说你不打，就那些鹰派也要把它给推翻哦。所以纳坦雅胡恐怕这个是这个进退维谷，所以导致他现在就是要继续的这样硬干下去。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以巴还没有一个可以终止的一个讯号哦。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帅将军怎么看呢？这个事儿，美国扮演这个讲和的这个角色，我们觉得真很滑稽了。嘴巴里说哎不要打了，要有限度的啊，要温和一点。那个手硬得很啊，马上军火送去啊，钞票送去啊，你这个是叫调和吗？对不对？这是办给全世界看了嘛，因为全世界实在看不下去了嘛，加柴火，全世界都在谴责你。第二个，国际法庭制裁谁甩啊？那国际法庭不是也制裁过中国大陆的吗？什么这个制裁那个制裁，普京也是没有意义的嘛。那基本问题是纳坦雅胡，对，纳坦雅胡是怎么想的？我这一次不能够解决拉法的这个巴勒斯坦的问题啊，那么我才死得很惨了，身败名裂嘛，被检讨啊。我只有一意孤行，打下去，我要彻底解决以色列的问题，不被你这个巴犹巴解威胁，那我战后事情澄清了以后，我就是英雄。他只有这样赌啊，他这个时候不能半途而废啊。那个鹰派出来讲这个话，也是加强他这个决心，并不是他怕这个鹰派让他下头。他们都同党的啦。就是说要支持纳坦雅胡一次干到底，反正这个糗事已经做了，这个坏事也做了，我不做到一个有结果，我才是真的身败名裂。所以这个问题啊，不是表面上你看美国这种劝和，事实上美国的高层早就被犹太人所绑架了嘛。这个金融界，你的金主，你的舆论媒体，好莱坞跟这个金融界全部是嘛。所以不管你拜登愿不愿意，川普愿不愿意，都要支持以色列啦，都要支持犹太人啦。这个虽然美国老百姓反的最快的就是学生嘛，学生年轻，这个热血沸腾的，所以出来抗议。现在你逮捕1000人，每一个学生网络上都有几十个、上百个朋友，这个运动会熄火吗？要等暑假了，对不对？还不是你要人家休学，将来官司有的打了，你凭什么学校可以让这个学生开除学籍或者休学？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凸显出美国的执政单位完全被
这些犹太人给绑架，对，做出不应该做的事情，这个会引起内部很大的反弹。所以我讲美国现在的角色，我这个下个结论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活该了，自己造成。好，来问袁老师。好，这个东西啊，那个校园跟我有相关的，所以说我每次都要稍微强调一下，因为以往我们所谓的校园好校园都是美国的好大学嘛，那现在美国好大学带头啊，这个其实有一个3部曲的一个转折了。一开始的话，因为哥伦比亚大学它非常特殊啊，它本身的话就在纽约市，大家知道纽约市是全世界犹太人最多的是以色列，但是另外人数不相上下就是纽约市了，所以说这个基本上的话呢，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就是说是美国的学生当中一开始很早就有几十个人零零星星的就在那反对这个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尤其是加沙走廊用兵了。然后后来出现的结果就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记不记得，就是那个犹太财团呢当中，就是开了个车，把所有的学生的私人的隐私全部泄露，然后通知所有的华尔街的这个经理就永不录用啊。那个就构成一段时间效果都不敢出现。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打这个加沙的话呢，出现2大谎言了。第一个把加沙一分为2，南北大家都以为说是只打北边不打南边，后来搞了半天是为了清理。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说原来说的是要搞掉这个哈马斯人，后来基本上的话呢，现在死的要35000多人，其中70%是妇女加儿童。妇女加儿童里面的话，主要是儿童。所以我昨天做直播之后，有一个人刚生个孩子，他讲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做妈妈的嘛，刚当妈妈，他觉得说这小孩子怎么可以被这样杀？那我都没办法。所以说美国的大学这样，其实实际上抗议示威的大学非常多了，但大家喜欢报道常春藤联盟啊，或者是说德州的奥斯汀大学啦，或者是 Emory College 这些有名的学校啊。就是我今天中午在聊天，跟我的同事，他是印第安纳毕业的嘛，他说他们学校更夸张，上头居然有那种狙击手啊，他觉得说实在是丢脸到极点了啊，他觉得说完全不可以理解。但是这种情况下，那以色列目前的情况下来讲，我觉得。我不晓得大家对于这个以色列的国家的历史跟背景有没有了解，但是以色列它有3大特点。第一个的话，它内部一定是非常团结了啊，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有仇必报了，然后第三个的话呢，我觉得他们很会宣传了啊，你就记住这3个原因就好了。我甚至对于纳坦雅胡，有人那种极右派来讲，纳坦雅胡本身来讲，你应该要打拉法什么的，我都很怀疑是他制造出来的感觉，我真的很怀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里面的话呢，像这个像 ICC 啊，就是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当中要抓纳坦雅胡啊、加兰特，还有他的国防部的发言人啊，这一些人的话，他要做这种事情，因为 ICC 基本上已经没有信誉可言了嘛，他原来都有立场的，现在连那个普京他本身也是要去全球通缉的人，他没有什么信誉的话呢，但是这一次终于拿出勇气，要针对纳坦雅胡做这个逮捕的对象。好了，纳坦雅胡马上讲说，哎，美国你自己出的力气啊，不能让他这样。那美国就乖乖的就范。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很难讲，因为是人命关天啊。那以色列现在准备打拉法，大家要知道啊，拉法没有比大安区大，然后挤了140万人呢、啊，你要打怎么打、啊？你光坦克车一推过去都压死很多人呢、啊。好，来问申峰哥。这样子，这个我们不看细节，我们看那个大方向，有几个大家想一想，这个警察进校园，谁都知道。这个一定会激怒更多的学生，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为什么？第二个，你有没有发现犹太的势力大到是令你难以想象的地步，而且敢为所欲为？我就告诉你，我就不监管了，一点都不客气的、哦。然后呢，你可以发现我就是明白的告诉你们，你们这些学生。我将来我是要追杀到底的，所以那个情报组织不是发了一个脸书吗？说你们所有的全部都被照相了，我们将来是准备追杀到底啊！全世界大家点哦，是吧？更重要的还另外一个事情，就你没有注意这一次的校园的抗议里有一个最大特点，不是戴口罩有没有？就是什么？就是戴面具啊！你有没有注意？怕。整个的寒蝉效应，也就是说，在一个号称自由民主的国家，有一个金钱的力量，可以大到让所谓的最讲学术自由、最独立自主的校园，而且是最 top 的学校的长春、八等这些校园里面，带到什么东西？噤若寒蝉。而且过去以后这种情况，很多老师跳出来了。很多学者跳，这一次啊，还有个我们哲学系主任被抓起来，不是没有，基本上这学术界的出身非常少哦，然后很容易把导到哪里去？导到这些人主要是反犹太的，反犹太跟
这个反对啊以色列，这是两件事。但是现在整个带到反犹太，那我这整个的看下来的结果，我今天还特别去看，那像美国的传统媒体，尤其像这个纽约时报呢，报道的是轻轻的，有消息。但是呢，没有什么东西哦，不是，轻轻的做一笔带过，一点都不激动。为什么？因为金主，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发现，这个漂亮国，这个灯塔国，这个以人权、自由、民主向全世界在号召的这个国家，原来到了今天，我们才真正的体会什么叫犹太金主。什么叫做掌控你的脑、你的大学？什么叫掌控你的方向、你的媒体？全部是谁来决定的？犹太老大来做决定。以前我们只是嘴巴这样说，我们这样推论，今天很明白的让我们看到了。所以最后我很想提一个问题，很好玩，台湾的觉醒青年们什么时候站出来？对，跟犹太人一样，有钱的时候就会站出来。不。好，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翟轩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前立委李胜峰马上加入我们。好，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哦，现在萧美琴、赖清德现在倒数20天嘛，马上就要上任了，所以这个准正副总统就去到了国安局，说要听取国家安全的业务简报。那他赖清德也特别提到了说和平4大支柱说要强化整体国安的防护能量。那连美国的学者都特别提醒他说其实现在美中已经设下了一个防线，决心不让赖清德就是这个台湾的新领导人有宣布台湾独立的情况发生。所以美中两国领导非常清楚这一点绝对不能够让这件事情发生来爆发冲突因此赖清德这个倒数20天，其实你可以看到，不论是美中或者是台湾，现在大家都已经弥漫着一种好像紧张或者是备战的一个气氛紧张感不断在增加。那当然大陆也有释放一些这个善意讯号，说要松绑两岸的观光，甚至有很多来自平潭的这些这个大陆的朋友们就讲说他们其实也很想知道说什么时候可以直航恢复很多的福建的朋友希望到台湾来拜拜妈祖，因为过去在宗教的交流上面是蛮频繁的，只是因为现在这个两岸的气氛那如果又开始松绑两岸的观光，可以这样恢复往来的话，他们其实很希望能够去，因为这个福建平潭68海里的景区其实是中国大陆距离台湾最接近的地方。他说呢，这个当地开店的一个陈老板，他讲以前没有机会到台湾旅游，如果两岸的这个交通往来更加便利的话，会很想到台湾来看看，到日月潭甚至来拜拜妈祖那当然也是很欢迎大陆的朋友们赶快来台湾走走。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美国的智库学者也提到他们现在也在说，美国应该要让中国大陆明白，武力犯台也不见得能够得到台积电其实之前我们也知道说有一些美国的学者在讲说如果危险发生的时候，他们不惜可能要炸掉台积电，之前也有过这样的言论，这是不是又有点呼应当时那样子一个说法？那他们说美国现在才4管齐下的一个策略来钳制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产业，让中国大陆明白，如果武力犯台的话，也不可能获得台积电生产的晶片技术以及专业的知识。所以现在好像方方面面都在设下一些防线为着这个520之后，万一有任何的一个擦枪走火的话，那连这边我们看这个近期美国疑似是说要保护一些科技机密，所以对于入境美国的一些中国大陆的研究人员，现在进行加强审查，甚至拒绝他们进入到美国。那其中还包含了科学以及医学领域的一些中国大陆的研究人员，就变成了一个特别被针对的一个对象。那不止台海紧张现在连南海也变成了一个激战热区了吗？美菲在南海进行射击的演习，实弹射击演习。那中国大陆有3艘的这个军舰就在后头监控。那我们看一下这详细的内容，因为他们这个演习已经进入到第15天，中国大陆是连续3天派出电子侦察舰天王星号的这个飞弹护卫舰，以及黄山号，以及还有这个飞弹驱逐舰深圳号来监控这些演习的
的情况。还有呢，我们也看到这个金灿荣教授也有转发哦，就是福建舰的海事，在5月1号有这样子的一个航行的一个警告哦，这样已经贴出来了，在微博上面也非常多人在贴出来，就说5·1出行，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大陆5·1要进行长假嘛，5·1有一个连续假期，没想到福建舰也选在这个时间点呢，要进行相关的海事作业嘛，所以在这个微博上头，大家的这个讨论度也非常高，甚至还画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海事的一个海上点哦。那再来看一下。轰6现在要挂载超音速无人机试飞了吗？这是中国大陆这边一张解放军轰6轰炸机飞行的照片，引发非常多网友关注。大家看说，哇，这下方这个难道是挂了一架这个颜色比较暗，而且这个形状像是飞机的物体？难道是无人机吗？甚至外媒还认为说，这个轰6试飞可能挂载的是中国大陆的超音速侦察无人机无侦8或者是 MD-22。那如果分析属实的话，现在其实美国、印度、日本都觉得这有一点担忧，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讯息的揭露出来。那还有解放军现在空中的兵力已经增加到3000架左右。美国的印太司令就讲说，现在看起来解放军未来的机队阵容可能会变成世界最大，而且阵容庞大，他说可能也会反映到他的行动上面，也会变得激进行动会更加的频繁。那另外，这个美国现在好像想要在蒙古这一边来设立基地，可是蒙古拒绝啦。那你看到现在蒙古反倒是跟中国大陆联合进行陆军的联合训练，这一次的训练代号是草原伙伴2024中国大陆派出这个营级规模的兵力，还有携带各型的武器以及轮式装备前往了蒙古国来参与训练。那蒙古国的总理也讲说，现在正在安排中俄两国进行峰会就是要深化蒙古跟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的合作。那中国大陆所提出来中蒙俄的一个经济走廊来共建一带一路，这也是他们现在正在努力的部分。换句话说，在经济上头，甚至在军事上头，蒙古跟中国大陆走得很近，并不想要靠拢到美国那一边那首先我们来先问一下帅将军，帅将军怎么看呢？因为现在这个倒数20天所以当然这个可能这个紧张的氛围是更加的升温了。这个因为大家都了解赖清德是一个所谓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对。那两岸跟美国也知道台独会引起一个两岸之间的一个激烈的冲突那美国现在面临世界那么多火头内部又有学运闹得一塌糊涂，以巴战争也没搞，还控制不住，乌克兰战争眼看着要输，台湾这个火头一爆发，他实在是没有办法来掌握了，他前面这3个已经掌握不住了，所以这个时候当然不希望赖清德的520声明有任何台独倾向，刺激到中国大陆，可能执行到武统的一个手段，或者就算是不武统，也会引张爆发到什么离岛了各方面的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威胁的东西。所以美国的学者也在放消息，那赖清德也在放。虽然没有正式宣布，那个软化的态度已经出来了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前一阵子不是讲这个台积电又是这个护国神山，怕中国大陆拿去嘛，美国要炸毁，他现在也在辟谣了，因为实际上台积电它上下游，它还需要英特尔或者是美国的这个技术上的问题，日本的这个洗洁液的问题，还有销售的市场的问题，你拿一个厂去没有意义吧，对不对？所以这个话也在放出来。我看这3个消息主要就是针对希望这个赖清德在520这个讲他的国事报告的时候，不要刺激到两岸，不要引起美国所不能控制的一个局面。所以这个问题，台湾问题本来就讲的事关3方嘛。不只是自己的问题，对岸的两岸的问题跟美国的问题嘛，都息息相关。所以这个美国现在是跟中国大陆都没有准备好正式摊牌的时候，就军事上的摊牌的时候，那么都在搞这个经济作战科技作战所以才会对大陆到美国的留学生或者学者专家实施严格的审查，
他就怕你偷取他的国防机密，或者是任何一样东西。对中国大陆在美国的学者也管控得很严啊，所以这些问题就是我们种种迹象来看的一个结论，就是说美中还不至于爆发大战，甚至于局部战争都不可能爆发，就希望稳住这个场面。那就要看台湾是个火头了，你自己要自求多福呢，还是要凭险冒进？所以这个问题都丢给蔡英文的执政团体。所以他跑到国安局去听取安全业务报告。我相信这个安全业务绝对不是我们内部什么建军备战了这些东西，大概是听美国的态度或者是了解一下中国大陆的动向。那国安局这也是国安局比较擅长的，他的业务工作范围之内。他要说建军备战的话，他应该到国防部去听嘛。那听国安局。国安局就是做美国情报的，听听美国的指示。对，美国的指示也好了。其实他指示已经不止一个了，前面几个 AIT 的主席都来了，已经把话都放得很清楚了。所以想进一步了解，当然这里面有牵涉到美国的这个两党的这个走向会不会对台湾的态度是怎么样？因为萧美琴刚刚从美国回来嘛，那么这个。我想这个听取业务简报内容大概就是这个。好，来问盛峰哥。这样子了，听取简报应该还听了一个更重要的信息：万一川普当选，那么该怎么因应了？我想这个是可能比现状更重要。那以下我这么多的题目里面，我们简单的来谈几个。这个赖清德讲什么4个和平珠字8个、10个、20个都没有用了。因为一根顶4柱了，哪一根就两岸同时一中了，两岸是2区，不是2国了。这样的话，大概这一柱就可以晴天了，否则的话，它再多的柱都是糊掉的柱子了不要吹牛了，那只是玩文字游戏，一点意义都没有了。那至于台独，我这样讲了，明目张胆搞台独不会了，520去讲什么出格的话也不会了。因为老美审过稿的了，这个大概不会有问题。那问题不在520当天，是从现在就开始，几年前就开始，就不断的天天这个暗度陈仓的切香肠，他以为这样切可以切到他的目标，但是别忘了，图穷终会必手贱了。那个你慢慢切，慢慢切，切到有一天，那图穷会变，那必手贱的时候该怎么办？准备好了没有？这个才是我们担心的啦。至于你要怎么切得很快乐，切就去切吧，因为切到最后是图穷会匕首见的啦。这个呢不要扯。还有呢，把台积电跟两岸的统一，就是说把台积电跟大陆对台的策略把它等量齐观，这个台积电实在被捧得太高了啦。对，因为台积电所以就要怎么样？因为台积电不怎么样，那我想会讲出这样水准的学者说他对两岸有研究有没有？我看不用了，随便一个研究生大概都可以讲出够了，李世峰就够了。不要研究生就够了。这种水准讲出这种话，就是在我的看法里面就是争个话标题而已嘛。对了，对吧？大陆的对台政策怎么跟台积电会等量齐观呢？那这怎么比呢？这个香肠比鸡腿，那个大小实在是差太多了啦。说他是香肠还尊重他呢，对吧？那至于说今天的美国想尽办法要去挡住大陆的到美国去求学也好，去研究科技也好，科技人员交换也好，我想再挡已经挡不住了。你只要看 Meta 60，然后芯片的出现，这个 Pula 70，就告诉你挡不住了。你只要看航天就挡不住了，这么很简单嘛。你只要看印20、歼20，对吧？福建舰。哪一点有美国的影子就知道挡不住了啦，是吧？这个东西今天只是在做政治的交代，他已经没有办法去做真正的阻挡。但是这种政治交代会增加两岸之间、增加世界之间很大的纷争。我就搞不懂，这个布林肯跟王毅不晓得这1年半来见了好几次，
不是，不管在哪里，那见了这么多，谈了这么多，那谈什么？我们真的很有兴趣。怎么越谈互相双方的制裁越来越多呢？对，啊，这为什么呢？大家双方在卖什么？那葫芦里卖什么膏药呢？因为这是高层的谈啊，这不是低层的谈啊。还有呢，这个习近平、拜登也谈了几次，也见了几次，也电话谈了几次啊，谈到最后呢，是谁不守信，或者大家通通天天在合个言而至，然后呢，哎，今天天气不错哦，明天会下雨，应该不是吧？那是怎么搞成今天这个样子呢？是谁不守信用呢？看起来美国的不守信用是大于中国太多了。最后呢，这蒙古这个问题很简单，蒙古找美叫做找死了。对，两个强国，一个俄罗斯，一个中国，把它夹成一个内陆国，然后他去找美国怎么样子？活得太快活了是吧？不让两个大哥出过手，他半夜要困没起难过是吧？所以这样根本听听就算了。哇，你讲了半天所有内容啊，就是第一个扣子扣不对不对？你是用了美国也是一个扣子扣的对不对？台湾的问题也是。来，我帮你们把扣子扣对。让老师扣一下。对。这个基本上哈，这个不要找什么和平四大支柱了。我觉得520之前的话呢，赖清德要严肃的考虑一下葛莱仪讲的废除台独党纲你自己真的是要严肃的考虑。另外的话呢，我觉得大家都没有提到谁是艾利森不得了啊 ！Grant Allison 的话呢，他是最有名的这个叫做历史启发论他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对不对？我们上课的时候都会讲到古希腊时代雅典跟斯巴陀争霸的时候它里面强调就是说过去有16次的这个争霸的奇迹发生有12次是靠战争解决的。最近的艾利森他到了博鳌论坛的时候他整个观念就改变了。他说了2个重点，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争霸的时候并不一定是用战争解决的，口气改变了。第二是最近讲的事情，他是接受了《环球时报》的采访，说了这句话：赖清德艾利森给你的讯息还不够明确吗？美国本身就不愿意面对这个战争的结果。我告诉大家，为什么美国不愿意面对？美国不打没有把握的战争你如果说是打美国惨胜那基本上对美国没有任何好处。如果美国惨败或是大败的时候从强权会落到世界第10都不到你想想看，美国现在的处境多么的危机另外的话呢，我必须要强调再呼吁一次，赖清德顺水推舟就是将力使力因为大陆目前为止这边的消息从这个第2次的这个习马会开始到这个傅昆萁什么一连串所带动的消息是好坏参半你要了解这个平潭我太熟了。平潭的特殊点就是大陆所控制范围离台湾最近的一点，就是平潭到这个新竹外海就68海里合起来就是140公里不到很近那个近的距离感觉上是什么呢？是充满希望。里面有一个，就是说从平潭送风现实性到这个大陆有一个油框大家可以把头伸过去拍个照，我都拍过。平潭我去过那个是很近，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两岸一家亲你要借这个机会要了解真的是一个机会。平潭我可以告诉大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古的遗址就是南岛民族就是蔡英文强调自己的，如果你不承认是炎黄子孙，你是南岛后代，但是南岛的始祖也在平潭就是有考古基地所以换而言之的话呢，真的是我必须强调，在这边呼吁一下两岸一家亲的情况，你要顺水推舟，借力使力就是为了和平。如果你真的想要和平，否则的话呢，如果美国都不要和平那没话讲。现在美国也是要和平，大陆也要和平，你没有选项，你最好乖乖就范。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